你知道不还冤亲债主的后果有多严重吗？冤亲债主是我们累生累世积攒来的，是和我们有种种恩恩怨怨、羁绊和因果的众生。地藏本愿经里说过，言菩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接亡人，令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这意思是说，每个人临命终的时候，哪怕是行善积德的人，都会受到生生世世冤亲债主的牵引，把你强行留在六道，甚至三恶道中，更加不要说恶多善少的人了，那完全是妖魔鬼怪、邪神恶鬼了。所以有些人认为，自己只要念佛念咒，行善积德，最后就一定能够往生净土。这真的是想得太简单了。人在临终前那个时刻颠倒迷乱，不知道会受到多少冤亲债主的讨债和诱惑。如果心不够静的话，其大概率就跟着他们去了，以为自己受到接引往上走了，但实际上却可能向下坠落。有些人可能觉得我是修行人，我有神通，我可以不受干扰。不好意思，神通在业力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就连神仙罗汉都逃不过业力，更别说你。每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那么什么是冤亲债主呢？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以为冤亲债主就是鬼，身上有冤亲债主就是鬼魅缠身。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冤亲债主其实就是自己今生和累生累世所伤害过的众生。为什么叫冤亲？其实世间很多众生与我们都曾互为亲人，恨由爱始，仇由亲来。不要以为亲人就没有仇恨，只因世人执着自己的利益，因亲变仇，由爱转恨，互相伤害，所以叫做冤亲。为什么叫债主？因为前世今生每一次轮回，我们都会与芸芸众生有许多的牵缠，纠葛、争执、抢夺、侵犯、伤害、亏欠、贪嗔痴等种种恶缘纠缠。当某一世你们再次相遇的时候，这份业力果报就是你的债主，会向你索讨还债。简单来说，人人都会带着累世因果来到人间，那些冤亲债主会化作你的亲朋好友，或者化作仇人小人，不断干扰影响你，让你用此生来还债。彼此的各种因缘缠结的愈深，不论是良善的或不良善的，彼此就愈容易在来世的轮回中再次相遇。属于情感引起的业缘，这次就用情感的形式解决；物质或生命引起的业缘，这次就以同等的形式偿付。六道轮回的根本实质，就是众生与众生之间冤冤相报，相互还债，无有边际，没完没了。许多人觉得我是好人，心地好，从来没害人之心，为何会有冤亲债主？其实无量劫来，我们身口意三业造作了太多的贪嗔痴、杀盗淫妄酒等恶业，跟无量无边的众生结了不少冤仇，
别的恶业暂且勿论，单是杀生吃肉，就跟他们结下深厚的怨仇。动物被杀害时产生无量的痛苦，这个怨恨就像无形枷锁，把他们的痛苦牢牢地锁住，让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痛苦的折磨中，而不得开解。他们痛苦如此之大，难怪今世遇到杀害他们的人，就迫不及待地要讨债，讨回一个公道。大家不懂这些道理，只知道一味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不懂自己累劫来的冤亲债主，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口业或被自己吃出来的。冤亲债主的纠缠是因果承负的一种结果，冤亲债主附着在身上，时时刻刻影响干扰我们。身体不好，运势不好，事业不顺，夫妻不和，子女乖违，精神抑郁，失眠焦虑，甚至于修行的诸多障碍，几乎全部因为冤亲债主得不到超拔而与所债所引起。正所谓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因果二字，不管你立多少事，早晚都会找到你，即便你躲过去了，也会用别的方式来偿补。那么冤亲债主是怎么来的呢？一切冤亲债主都是被自己累世久远劫以来这样的心境和行为而衍生出来的。一、盛怒结冤，言语伤人。谚语常说，暴怒伤人伤己。我们在盛怒之下发脾气，伤害别人，往往言语的伤害结下的怨仇，生生世世都不能够消灭，对方必然等待机会来报复。他报复的时候，我们又会逞怨恨心，我们不会甘心，于是就造成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这个非常可怕，非常恐怖。世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不要跟人结怨仇。跟人结怨仇是决定的错误，这个苦难有得受了，绝对不是这一生。世间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不晓得事实真相，随顺自己烦恼习气，造这种恶业太多了。我们常讲魔障，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魔障？都是自己造作的，跟一些众生结的怨。二、有意无意得罪鬼神。有形的是我们跟一切人结怨，无形的是我们跟鬼神结怨。鬼神是凡夫，不是菩萨，他有喜怒哀乐，得罪鬼神没有好处，鬼神也等待机会来报复。这些事情我们从古人笔记小说里看得很多很多，这叫冤亲债主。到我们运衰的时候，他就来了。我们在走运时，他回避我们；我们运衰时，他就来了。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一些人有时候有东西附身，神志失常，严重的都住进精神病院。他不是本身的病，是一些冤亲债主附身，他自己做不了主，完全受冤亲债主的摆布，苦不堪言，真正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原因就是有意无意跟着一切众生结怨，这是自己找的麻烦。三、结冤讨债，成一家人。人与人的关系是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
这4种关系最亲密的就变成一家人。所以家里的小孩有时是讨债来、抱怨来的，那就是过去生中我们所结下的冤仇，投胎做我们的儿孙，寻求报复，把这个家毁掉。这类事实在古今中外都很多。结了之后，他来世投胎到我们家里，做一家人，这怎么办？我们的敌人不在外面，在我们家里头，所以愿决定不能结，跟众生结下冤仇，一来是损害自己心得，一来招惹冤冤相报，没完没了。4. 预谋杀害，积怨尤深。许多人喜欢吃海鲜，到临命终时得的果报完全应验了，连杀动物都还要来报仇，杀人还得了，人的那个怨恨心比动物还要强烈。有些动物我们杀它的时候，它预先不知道我们要杀它，如果知道我们要杀它的时候，那个怨恨就重了；不知道突然被杀的时候，那个怨恨轻。如果我们对一个人处心积虑，有预谋要来杀他，对方他也知道，他也防御，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抵御，还是被我们杀了。这个仇恨深仇大恨，不是说死了什么都完了，麻烦在后头。古人也干这个事情，实在讲他不是不相信，他也相信，信心不深，也就是相信因果报应，相信6道轮回，有这个事情。毕竟这个事情不是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印象很薄，所以他还是敢造，还是敢杀人。5. 气衰病重，冤业干扰，冤亲债主很多，这些在我们周边无形的一种压力。我们自己走运气旺的时候，他不敢动，他潜伏在那里，没有消失。等到我们的运衰了的时候，他就来干扰了。特别是在病重垂危之时，冤亲债主都现前了，善恶的业力这个时候统统都出现了。这些大部分都是冤亲债主。说实在的话，他要跟我们没有关系，那连边都沾不上。凡是能够沾到身的，跟我们过去生中必定有关系，或梦到危险的地方，再遇到这些言鬼，这些都是与冤亲债主有关系。所以冤业病，凡是有这种现象，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断恶修善，改过自新。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运很衰，气不旺。如果我们走好运，气很旺，这些恶鬼恶神他会避我们，纵然过去有过不去的事情，他也不敢在这时候来找麻烦，他会回避，一定等我们气运衰的时候他来了。所以遇到这个事情，晓得我们这个时候气运很衰，一定要努力好好的修学。6. 欠命还命，欠钱还钱，吃众生肉，不要以为这很平常，社会上大家都吃，我们吃它半斤，将来要还它8两，不是说吃了就没事，吃了很麻烦。我们这一生吃了多少动物的肉，我们要多少生才能还得进。所以人身难得而易失，失掉人身，再得人身不容易。讲个最简单的，
这一生吃了多少众生肉，来生再变畜生，生生世世变畜生还债，统统还完了，这才能再得人身。我们去想想，这个事情多麻烦，世间人不知道这个厉害，真正修行人知道，不跟众生结怨仇，不跟任何人有债务上的纠纷，别人欠我的不要了，这个好，要，我们还要去讨债，我们来生还要去跟他碰头，不要了，张了，欠别人的要赶快还得很痛快，我们就没有障碍，往生就走得潇洒，走得自在，冤亲债主不会来刁难，善神保佑。七，嫌弃讨厌伤害生命。刀兵劫的因是什么？食众生肉。要想免除世间的刀兵劫，除非众生不食肉，这个刀兵劫才能够化解。年轻的时候无知，不吃它，也杀害它。我们看到很多人自己也造过这个罪业。蚂蚁爬到家来，讨厌，烧一锅开水一下就把它烫死。许多人这样做，我们也曾经做过，对这些小动物任意的杀害。以前不知道，这才晓得自己犯下了重大的过错。常常说到业障现前，业障怎么会不现前？这些被我们伤害的众生，如何能够轻易饶过我们？不可能。把贪爱肉食病从口入，我们宿世今生伤害众生太多了，尤其是吃众生的肉，我们杀他，还吃他的肉，他能甘心吗？他能情愿吗？他不甘心，不情愿，当然有报复的念头，也许他有报复的行为。所以许多人的不治之病，像现在许多的癌症的，多半都是冤亲债主找上门来了。酒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因果通三世。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他来侮辱我，毁谤我，陷害我，必定是有原因。什么原因？总是我过去生中对不起他，我也曾经害过他，毁谤他，侮辱他，今天他这样对我，这是报应，懂得这是报应，我们就欢喜接受，不再有报复心了，这个账到此就了结。美国凯西也说，全世界的人无论在微细的一桩事，都不是偶然发生的。10，自私自利，恶多善少。我们在世间，说实在的话，因为我们一生造作的恶业多过善业，我们处事待人接物，我们的恶念多过善念，我们自私自利念头行为多过利他，于是冤亲债主就太多了。虽然冤家宜解不宜结，可是我们有意无意，不知不觉中与众生结下了许多的冤仇。这些冤结，我们起心动念想化解，这是我们真正觉悟了。11，修行得力，障碍考验。为什么愈修行障碍愈多？我们的冤亲债主太多了，我们欠人的命还没有还命，我们欠人的钱还没有还债，所以我们修行，这些冤亲债主来找麻烦，我们跑掉之后，他讨不到债，他讨不到命，他不能报复了，所以他都来了。
如何排除障碍，把自己所修的一切功德回向给他们。我不是为我自己修的，我是为我们修的。他们知道，他们会欢喜。我带我们修行，我们不修，我带我们修，冤亲债主就很高兴了，不障碍我们了。我们自己修，我们想跑掉，我们想赖账，我们想侥幸躲避，他们统统不会饶我们。魔障是这么来的，我们生生世世跟多少众生结冤仇，有过节，所以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我们在这个世间，人家骗我们，坑我们，欺诈我们，我们很欢喜。为什么？债还掉了，纵然不是讨债，他是真的欺骗我们，我们随他，我们也不要了。我们要，则出不了三界，所以别人欠我的，我统统不要了。我欠别人的，我尽量的还，我们才能走得了。有丝毫留恋，我们就离不开六道轮回，那个麻烦才大。所以一切要舍，一切要放下，真正要了解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连自己身体都不能保住，何况身外之物。有什么好牵挂的？有很好，没有也很好；有很快乐，没有也很快乐。决定不为这些事情操心，真的大自在。自然因果律是道法的客观规律，在因果律面前，人类、动植与万物全都一律平等，没有分别。世人对昨日所造的种种恶因，并不能全都认清，但是恶果的释放却会如期而至，强迫人领受而丝毫不爽。世人都畏惧害怕恶果的释放所带来的厄运、困苦、疾病、财失等等结果，却不知道如何把握命运，修改命运，化因消业。然而大多数人并不重视业报降临和展开前的众多微妙现象与体征，其安时忘乎？未兆时懈怠，其脆时轻慢，其微时麻痹。这些不良现象就是世人的通病，包括许多修行者也同样如此，都是不能高度重视冤亲债主所债前的细微征兆，错失于最佳时机的把握，被动地深陷于内乱全面发作之时，疲于应付冤亲债主讨债索命的全面展开。如果遇到自己福德已经严重不足之时，这种应付冤亲债主的被动行为，也就容易发生性命之危。自然因果律的释放，冤亲债主的启动，其实都有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兆时期。在预兆期内，都会在受报者的身内和报身的周围呈现出多种前兆性现象和反应。这一现象在法界中是一种道法的制约与规定，也就是说，对于既往作恶今生为恶不多不重的人，在道的法则中都安排有一个预警期，提示警告果报承受者，令其自省、自悟、自觉，告诫果报承受者，你已经面临果报，这是最后的警示与警告，给你一个最后的悔悟、忏悔、化解的机会。如果再不正确面对，忏罪化因，
那么果报就要你自己全部承担和领受了。大道的慈悲在于挽救每一个人的一点灵光，实现回归大道，允许因果的释放，是由于因果律是自然规律，不得干预，而提前预警，则是道法的慈悲挽救和期望等待。当然，这种预警期、征兆提示期，对于大恶之人，对于毫无人格之人，对于那些完全不能遵到贵德的人，那也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情。对于这一类人，果报都是并没有预警期的，常常都是直接展开，毫不讨价还价。如果极少数人在关键时刻还能够良心发现，那么大道仍然还会一视同仁地对待。预警期征兆显，极其珍贵，机会极其难得，把握住因果释放的征兆，谓之于其未有也，置之于其未乱也，可以说是人类最为明智的选择。这比在恶报全面展开以后，在承受痛苦和生死的拼搏中，再想尽一切办法度过苦厄，要容易得多，也轻松10000倍。那么冤亲债主的所债寻报，会在我们身内和报身环境周围呈现出哪些预警期的征兆呢？依据许多高道大德的观察与总结进行综合分析，这些前期的预警征兆，根据果报的深浅和时间，可归纳整理成3个方面。将这些散在的征兆和经验集约起来分析，非常值得每一个修行实践者掌握和应用。我们归纳列举如下：初期提示：1. 经常噩梦，阳气受损。由于冤亲债主是阴性的气场，人在晚间睡眠放松的状态下最容易感知，他们围绕在受报者周围，其负面紊乱的磁场在睡眠中被接收，好损受报者的阳气，所以人会做各种乱七八糟的梦，即使睡了一晚上也会无精打采。长此下去，人渐渐衰弱，是最终得病的根源。初期提示：2. 善缘自断，封闭福报。人是一手提罪，一手携福来到人世间的，消罪增福就是我们为人的生存原则。由于冤亲债主们的围绕，受报者身边包裹了层层负能量，阻断了福报和好运的到来。债主们还会切断受报者一切能够帮助度过苦难的贵人和善缘。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如果我们不惜福，还不断作孽，也就可能在福报未尽之前，恶报就要提前释放。中期提示：1. 颠倒心性，思想偏激。如果前期提示还得不到重视，那么债主们的行动会继续升级，渐渐侵蚀受报者的身体，使受报者心性出现紊乱，个性反复无常，见识颠倒，判断错位，思想偏激，将性格中最差的部分加以助长，细微的不良习性加以放大，典型者甚至举止言行都发生怪异不群，使受报者亲朋贵人觉得他的性格越来越差，为人越来越讨厌，而渐渐远离。中期提示：2. 旁敲侧击，
不成警示。债主们在侵蚀受报者身体的同时，也会采用薄成警示的方式来警告受报者，例如使受报者本人或者其亲人发生一些或大或小的意外，例如轻微的车祸、无故跌倒、血光小灾、物件损毁等意外事件。因此，凡是家庭不断遭遇这些小意外，则要提高警惕，尽快寻找原因。后期提示：一、逆境形成，昭示果报。由于之前的提醒一直得不到重视，冤亲债主们越聚越多，阴性能量不断加强，使受报者体内的阳气迅速减弱，运气不断下降，最终形成逆境。当事人可能在短期内遭遇到重大的倒霉事件，同时有些人因气运太低，或在光天化日之下无端的毛骨悚然，或不经意眼角扫到惊心胆战的一闪而过的黑影，或觉得自己旁边有人或其他东西在跟随。这些并不是受报者神经衰弱，而是债主们负能量太强导致实体化的表现。后期提示：二、重罪难赦，恶报降临。果报之一，有的一出生或年纪轻轻就夭折，这些通常前生杀人害命过多，今生以命相抵，不断重复，直到还清。果报之二，有的先天不足或缺陷，这些通常前生多伤害别人，例如笔者有客户前生为衙门酷吏，因经常冤打伤害别人，导致今世天生残疾，无端浑身疼痛，孤寡一生。果报之三，有的人自小体弱多病，长期服药治疗，经常小病小灾，因某一事与福道有点缘分，虽然前生作恶，但今生有求神祈福的习惯，平时谨小慎微，多有善行，虽然身体孱弱，反而一生较平顺，没有特大的灾厄。这是因为他们果报的既经常，也较明显，令受报者深信因果成负而反省，不敢任性妄为。果报之四，有的人却是前半生顺遂，但一转稍差的运势，则马上恶报展现，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征兆提醒，导致受报者防不胜防，或重病，或一命冥糊，或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等等。这四种重罪果报征兆是恶报中的普遍体现，特别是第四种警示征兆背后所隐藏的提醒，却十分值得世人重视。因为征兆轻微，稍纵即逝，所反映的并不是报应轻微弱小就可以轻松化解，相反表现出的是罪在难赦。这种现象提示的是冤亲债主不依不饶。这些讨报的冤亲债主们分三大类。第一类是比较开明，讨报是遵守自然的法则，欠债还钱，欠命抵命，天经地义。第二类是处于中间状态，既要达到讨报的目的，同时又存在和解的愿望。第三类则是由于仇杀之恨，受刻骨铭心之痛，怨气结胸，定要报仇雪恨，以解怨气。这三种情况，
讨债者常常历经多年冤屈，获得天道的讨报令，他们的出现往往非常突然，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现在你知道了冤亲债主所债寻报的征兆，一定迫切想知道如何化解冤亲债主，达到身心健康、家庭和睦、事业顺利呢？一戒杀并回向冤亲债主。戒杀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不可以直接杀生，例如开车路上遇到个小狗，你看到了它，还是压了过去，这就属于直接杀生。另一层是指不可间接杀生，例如食肉，虽然我们没有亲自动手杀生，但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却鼓励市场不断屠杀动物，这就属于间接杀生。二、诵经消罪并回向冤亲债主。每天念诵太上三生解冤妙经，在道法的加持下，使读诵者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历代宗亲得到超拔，孽障逐渐消除，身心、家庭、事业等相应得到改善。三、忏悔解怨并回向冤亲债主。一、正义雷霆清修忏悔文。忏悔，至诚忏悔过去所造罪孽，发愿断恶行善，从心中消除罪障。四、放生还债并回向冤亲债主。放生就是还债，还累生累世以来无数的杀债，还杀债最快的方法就是放生。人类遭受疾病、各种灾难、诸多不顺，大多都是杀孽所致。放生可以培养慈悲心，彻底断掉杀生习气，保持食素，是最彻底和最根本的放生方式。五、行善积福并回向冤亲债主。起心动念要为别人着想，起一善念，这是心行一善。每日言谈举止中说一句有益的好话，这是口行一善。每日身体力行中做一件有益别人、有益社会的事，无论大小，这是身行一善。日积月累，身口意逐渐趋于纯善，这就是我们往生东方长乐世界的善根福德。因缘资粮，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至诚向冤亲债主忏悔，愿以此功德让你与冤亲债主化解怨仇，并愿他们与佛结缘，离苦得乐，往生善道。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